有位小兄弟敲碗一个英雄很久，这个英雄从一开始到现在都超级的强，职业联赛选手一直在出他，什么阵容他都能够克制。尤其这一次我们把对面的蓝头简直吊打了，到底是谁？没错，就是我们的夜叉。这一次打到超夸张的战绩，一滴血量把对面反杀5个人，你敢信吗？到底在最新版中该怎么出装，打什么阵容才可以做到这么夸张的战绩呢？享受吧！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小小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att Team 的窝，这次带来的是夜叉打野的实战解说。有位小兄弟敲碗夜叉，敲碗很久了。那夜叉这个英雄，他走凯撒路很厉害，那打野行不行的答案是可以的。我们呢用的奥义方面，会不断的加自己的攻速，会用到觉醒精灵5精灵5夺萃，然后就是龙爪。那为什么我们会出的这么的攻速，而不留一点点我们坦度的余地呢？因为这一把我们要的是打野需要 gank， 需要有在前期就有攻速的这个能力，所以的话，在我们的鞋子方面会挑到跑速鞋。毕竟我们夜叉这位英雄，如果你要他跑线的话，他毕竟除了大招以外没有位移啊。那我们在打野装方面为什么会选择打野弓呢？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呢，这个攻速有点像龙骨剑我们的 main 装备。这里这蹲的要很仔细呀，你一个升龙拳，哇，这个蹲点我们可是没有闪现的，拿下 first blood， 可惜呢就被对面的这个潘英刚好直接呢，这个沉默。那没所谓，我们回首呢就来看一下0秒这边蹲你一个点的小赵云小老弟，把你给击杀了。在你玩夜叉，如果你是走线的话，你的容错率会高一点。为什么这样的说？你就可以用到瞬移那如果你是拿来打野的话，你没有瞬移的话，你大招比较难命中，所以这就考你的操作了。有只牛上来不用管它先把塔给拆掉，要不然的话你要承受塔的伤害的。这里看到还有赵云，我们还有大招嘛？这冷却时间不断的拉大，直接一个一技能，然后来手大招，你的输出就降低。把他人头就直接双杀 double kill。 很多小兄弟都觉得夜叉这个英雄是一个单机型的英雄，其实大家如果看得多职业联赛呢，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感悟，其实这个英雄他打团战的能力不弱，可是你真的要很会蹲点。蹲谁呢？蹲一些对面很主要的输出位，而且你要挑的蹲点位置都要一些很精辟的蹲点。什么叫精辟？就是对面第一必经之路呢，第二就是对面猜都猜不到你会在那边蹲这样的话你的蹲点就会有奇效。那可是我们这一把蹲的对面真的是酷不攀岩，你用夜叉真的要很会蹲点。而在 buff 方面，红 buff 对于夜叉来说很重要，超级的重要。我们只要是吃普攻的英雄，你的红 buff 对你就很有用，因为它的被动分析看到那么多小兄弟一手一技能直接拉手大招锁住对面的升龙圈小兄弟。那这里我们不断拉打，因为我们没有技能，只能够拉打，有2技能就能够打。为什么？这个免伤很夸张的，不需要贪恋这个人头收人头，队友能够收你给他也可以他能够收就给他收，你收不了，为何要去逼迫着自己就必定要是我来收头呢？不一定的。最重要，如果不是辅助收头其实对全队来说呢都是有奇效的。为什么这么的说？你 ADC 发育起来它有它的用处，你中路发育起来卢米亚后期也是很有用。
马洛斯在中后期也有主宰力啊，所以的话，有时候人头这种东西不必太去拘泥啊。很多小兄弟都说：“哎呀，那个小兄弟抢我的头啊！”啊，很气愤啊，差一点就怎么3连杀、4连杀、5连杀，那5连杀情有可原啊。那如果是觉得一般般的话，普通的连杀的话，或者是说随便拿点人头，其实这种东西啊，我通常都会看情况能够让啊，也可以让，没什么所谓的。把蓝 buff 直接给拿掉之后，说一下我们呢出了跑鞋之后啊，因为打野出跑鞋，刚刚说过支援速度的问题。就会出一个板甲，毕竟我们这个英雄是近战，而且进了场内很难退场的这位英雄，所以的话你必须要有坦度。那没有坦度行不行？也是可以的，容错率比较低啊。那容错率比较低的话，它也很难退场，所以的话出一个有坦度的骑士板甲啊，便宜又大碗，蛮好用的一个装备。这里打不成的了，打不成的不要跟对面呢去耗自己的时间，有机会。你能发育就发育，发育比较重要。在那里，有时候很多小兄弟说，我不知道蹲到什么时候才该不蹲哪里。其实很轻松的，你蹲到你觉得蹲不到啊，那一刻你就可以放了，去继续发育吧。然后我们在下一件出装呢，你可以出德鲁伊，可以出仙灵，这视乎对面的法伤英雄多不多，或者是厉不厉害。那像对面啊，兰多能打法伤啊，拉兹还有潘英，你就可以出个仙灵，一手勾一个来说我们的大招呢啊，我们的卢米亚把他人头给收下，一样的让自己的射手拿下也没所谓，不必拘泥啊。有些人说，我锁个大招上去我就可以收啊，我宁愿扣着大招。那这一波能不能够打得成呢？绝对可以，可是等自己有很好的进场机会，这里能够收得掉吗？哇，这么残血，哇，这个除了哇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因为这个只剩下一滴的血量，把对面5位英雄直接给反杀了，太夸张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个英雄他的2技能的反伤呢很重要。他的这个免伤反伤对于很多英雄来说都不知道，原来我打他不会痛的。那还有就是你的走位，还有自己的技术真的要提高。刚刚那种的反杀你就可以做出来了，小老弟小兄弟呀。回手呢拿一些我们的野区这种东西必须要多多的去收刮，不论是你自己的还是对面的。尽量能拿就拿，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打野发育，有的很多时候看小兄弟只拿 buff， 其实呢有机会的话，自己的小野怪或者对面小野怪尽量有经济就狂刷啊！哇，那么多小兄弟，有个潘英在这边啊，那就不管他了。能够开凯撒吗？啊，有位小兄弟帮我们在这里蹲个点，可惜左面没有人蹲点啊。牛这个时间点看到我们。这个凯撒的血量只剩下很少啊！牛直接开个大招进来，我们用命了换一这波这个凯撒，也把对面呢直接整个给团灭掉啊！用我自己一条命啊，值得啊！一条凯撒，还有对面整个团灭的话，可以的。回手这里小兄弟们在中路想打团战，就可以先蹲个点。对面有人会来拿蓝 buff 的话，我们就可以蹲个点。勾进来拿过来，然后蹲在这边看一下对面呢，如果球过来我们马上就说他没有，就把这个蓝 buff 给拿掉。所以的话怎么样都是我们的优势啊。对面要抢他就要掉人头，对面不抢这个 buff 就是我们的。继续蹲在这个点，然后看一下进场的机会。不断的蹲，潘英原来在这边的话，那就给到我们的视野了。我们先勾一个牛过来，坦克就不打嘛，照样打。哎呀，再打一个，2个，3个，再来吗？还有吗？哇，再收一个，还有个潘英啊，回去找6道仙人吧，把你个人头给收掉了。5位英雄，画风一转，过了很久，我们看一下这边啊。已经能勾过来守大招，对面的赵云导们就不痛了。记住，你的大招一锁对面拿你就不会很痛了。有个牛想清兵线，他已经被我们收掉，那这就尴尬了。你坦度高是高，
那中路有个兰朵在带兵线，要管他吗？不要管他！哎呦，这个马洛斯小兄弟啊，直接想回城啊，不用啦，可以一波啦。你回城这一波就做不了，可是也没有所谓，做好我们自己就好。那这样的时间一拖呢，其实对对面很有利啊。其实根本不用去管，刚刚直接一波就能够碾压你，一个雷魔阵跳下去，胆有大招啊。那打了过了很久，你才有再次可以打团战的机会了。对面真的不用去管了，其实能一波就一波啊。那没有所谓，还是做好自己就好。看到呢下路有兵线，马上呢我们呢不管了，我们去扛了，要拆了，不能够拖啊。那这里我们尽力能够拆掉这个下路的高地，能够做个3路兵线吗？这里没有技能，先退一退，大招没有人给我们锁，3路全破，可惜小兄弟这里全部被团灭，那就没办法了，没所谓啊。如果马洛斯和着卢米亚大招如果扣下来，刚刚呢就直接能够赢耶，没所谓，我们做好自己就好。那适合搭什么英雄呢？第一个是莫拉，莫拉呢能够在我们这个夜叉大招锁了之后，二技能很容易够打出破防。然后我们2个英雄都是单抓人啊，抓人很轻松的一位英雄。那再接下来的话就是体验服的若伊，这个英雄跟我们夜叉是4-1分带的好帮手。他会压制什么英雄呢？超人大家知道一锁就没了，而还有麦克斯一锁也飞不起来。那会被什么英雄压制呢？萨尼的分割战场，进不了场锁人。还有就是景的风筝。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tt Team 的我，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了个拜。